朋友们好，我是林小青。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，让我彻夜难眠。一位60来岁的阿姨在机场到达厅痛哭喊冤，只因她在出发地好心帮一位小姑娘带了一个纪念品礼盒过关，不料盒内竟是毒品，面临重刑。我在航空业工作近20年，见过太多因一时善念而人生尽毁的悲剧。机场在亡命之徒眼中就是一张危险的赌桌。今天我必须把掏心窝的话告诉大家，在机场，无论对方看起来多可怜，老人、孕妇、带孩子的妈妈，只要涉及行李物品，请绝对不要帮忙。你接过的可能不是人情，而是拖你入深渊的锁链。在详细说明前，我恳请大家动动手指，在评论区打下平安是福，或点个关注。您的每一次分享，都可能保护一个家庭免遭灾祸。感谢您的支持，这将继续推动我为大家传递更多安全知识。好了，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干货。我先说第一种，也是最容易让咱们普通人放松警惕的套路，我叫它超重陷阱。您不妨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您正在值机柜台前面排着长队，等着托运行李，时间有点难熬。这时候，排在你前面或者后面的一位，可能是个穿着清爽，像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一脸焦急地转过身来，他会特别有礼貌，甚至有点不好意思地跟你说，叔叔阿姨大哥姐姐，能不能麻烦您个事？我是留学生，好不容易回趟国，给家里人带的东西多了点，这行李刚好超了2-3公斤，航空公司规定特别严，超重费要好几千，我实在有点承担不起。我看您的行李好像没超重，额度有富余，能不能请您帮个小忙，把我这个小包一起托运了？这里面就是些本地点心和我给弟弟妹妹买的普通衣服，您可以检查的。说到这，但凡咱们心眼软一点的，可能就开始犹豫了。对方一看你犹豫，马上会趁热打铁，直接把包拉开个小口让你看。你一瞧，里面果然叠着几件衣服，或者放着几盒包装好的饼干，你心里那点防备一下就松了，想着这孩子挺不容易，一片孝心，反正我额度空着也是空着，举手之劳吗？我告诉您，千万打住，就在你点头说行吧的那一刻，你的人生就可能走上一条你完全想不到的岔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眼睛看到的饼干、衣服，它可能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现在那些犯罪分子的手段，高明的超乎普通人的想象。他们能把毒品做成液态，灌进密封完好的红酒瓶里，外观跟真酒一模一样，能把毒品压成薄片，做成衣服的塑料纽扣，甚至能把毒品材料混合进塑料，直接做成行李箱的拉杆或者轮子的一部分。等你接过这个包，拿到柜台，贴上写着你名字的行李条，在法律意义上，这个包连同里面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。过安检 X 光机一照，或者海关随机开箱抽查，一旦查出问题，警察的一时间找的就是你。你急赤白脸地说，这是别人让我帮带的，警察会问，别人是谁，叫什么，在哪？那个找你帮忙的学生早就消失在茫茫人海里了，你根本找不着，即便你运气好指认了他，只要行李条是你的名字，这运输毒品的罪名就很难甩掉。在很多国家，这个罪名起步就是10年以上的刑期，数量大的那就是死刑，没得商量。我听说过一个真事，一位经常出国的生意人，性格豪爽。在机场排队时，旁边一位抱着婴儿的妇女说自己手酸，恳求他帮忙拿一下手里的一个奶粉罐，就过一下安检机就好。这位老板没多想，接了过来。就在过安检的时候，机器报警了，后来查出来，那个奶粉罐的底层是夹层的，里面藏了高纯度的毒品。老板当场被摁倒在地，而那个抱孩子的妇女，在安检口人群稍微一乱的时候，就消失不见了。这位老板后来是证明了清白，但他在看守所里足足待了快1年，等出来的时候，生意早就黄了，人也垮了。
所以小青，我恳求大家，不管对方理由多动听，表情多诚恳，哪怕是打开包给你看，你的回答只有一句，对不起，我不方便。如果怕尴尬，就假装接电话，或者摇摇头走开，千万别搭那个话茬。说完了第一种，咱们来看第二种套路。这种套路更是死死抓住了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，特别是对老人、孕妇、孩子这些弱势群体的同情心，我叫它看管陷阱。这个套路通常发生在候机大厅的座位区或者厕所附近，行骗的人会扮演一个突发紧急状况的角色，比如一个捂着肚子，脸色发白，满头大汗的孕妇，跌跌撞撞走到你面前，声音颤抖地说，妹子兄弟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肚子疼得厉害，得赶紧去厕所。可我这一堆行李实在拿不进去，能不能求您帮我看2分钟？就2分钟，我马上就出来。那个样子，任谁看了都会心生怜悯。大部分人会觉得，哎呀，这人有3急，是真难受，反正我就在这儿坐着，帮他看着行李，东西也不动，能出什么事，还是帮一把吧。如果你这么想，并且答应了，那麻烦很可能就找上门了。这里头通常有2种阴险的后续，第一种是调虎离山，你坐在那儿专心帮他看包，说不定远处就有他的同伙在暗中观察，过一会儿可能就有警察过来，说接到报警这个区域有无主行李，或者例行检查发现这个包有问题。而那个上厕所的人，可能早就从厕所的另一个门溜走，甚至快速变装了。警察一看，你一直守着这个包，你不是主人，谁是主人？你怎么解释得清？第二种更损，叫暗度陈仓。就在你全神贯注盯着他留下的那个包时，他的同伙可能早就盯上了你放在身旁或者脚边的自己的行李。他们手法很快，趁你不注意，拉开你箱子一个没锁严的侧袋，或者偷偷打开你的双肩包，把一包东西塞进去。然后那个上厕所的人回来了，千恩万谢地拿着行李走了，你还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，心里挺温暖。可等到你过安检或者飞机落地过海关时，你自己箱子里莫名其妙被查出毒品、走私珠宝或者大量现金，你整个人都懵了。你再想找那个让你看包的人，早就无影无踪了，所有证据都指向你，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之前有个案例，一个大学生在机场候机，一个外国游客请他帮忙看一个手提箱，说去买咖啡马上回来，结果左等右等不来，最后只能报警。警察打开箱子，里面全是濒危动物制品，这个学生被带去调查了很久，虽然最后没事，但整个行程毁了，心里也留下了巨大的阴影。所以在机场，如果有人请你帮忙看管行李，你一定要学会说不。你可以礼貌地告诉他，机场有工作人员和警察，他们更能帮到您，或者直接指给他寄存柜的方向。千万别当这个好人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害人的东西。第3种套路，杀伤力也极大，它瞄准的是那些想赚点外快，或者爱贪点小便宜，又或者抹不开面子的人，这个叫诱惑陷阱。现在这种骗局不光在机场现场，更多是蔓延到了网上。在一些留学生论坛、旅游社群、二手交易平台，你会看到这样的信息，有偿带货，带一个名牌包到某国，酬劳丰厚，带点家乡特产给亲戚，付$1000辛苦费，或者回国行李额有空，求带货分摊运费，价格好商量。很多人一算，这顺手的事儿，就能把机票钱赚回来一大半，太划算了，于是就联系了对方。对方会把东西包装得非常完美，甚至给你看购买发票、小票，让你觉得万无一失。但是发票可以造假，包装可以伪装，他让你带的名牌包夹层里可能缝进去了违禁品，那几包土特产可能每一粒都浸染过毒品。还有一种更隐蔽的，发生在现场，叫情感绑架。比如排队时，有人跟你搭讪，一听是老乡，马上亲热的不行，加微信，聊家常，
聊着聊着，他突然说，哎呀，我这带了2瓶好酒，实在超重带不走了，扔了可惜，送给你吧，咱们这么投缘。或者说，我这还有几条好烟，你也拿去抽，别客气。你一听，又是老乡，又这么大方，觉得盛情难却，或者贪图这点小便宜，就收下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免费的酒里可能是液体毒品，这白送的烟里，烟丝可能早就被换掉了。你一旦把这些东西放进自己的行李，就等于亲自把一颗定时炸弹绑在了身上，为了那几百上千块的好处费，或者一点小便宜，赌上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，这买卖，你觉得划算吗？上面这3种套路都是别人主动来坑你，但还有更可怕的是你什么都没做，或就从天而降。这就是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第4点，提防被动栽赃。机场人多眼杂，尤其是节假日，人流跟潮水一样。你的行李箱如果离开你的视线，哪怕只有几十秒，就可能被人动了手脚。有些犯罪集团专门盯着那些看起来马虎、行李箱没有上锁或者用简单拉链的旅客，他们会像幽灵一样靠近，用极快的速度拉开你的包，塞进一小包东西，然后迅速离开。他们的计划是，如果你顺利过关，他们会在出口处跟踪你，找机会再把东西偷回去或抢回去。可万一你被海关抽查到了呢？那被抓的就是你，对他们来说只是损失了一小包货，对你来说损失的是整个未来。所以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时刻不能无。分析了这么多可怕的陷阱，大家心里可能有点发毛了。别怕，小青我这就给大家支几招实实在在的保命符，你只要记牢了，照着做，就能最大程度保护好自己。这第1招也是最根本的一招，叫心应口紧。在机场，请暂时把你的热心肠和不好意思收起来，面对任何陌生人关于行李、包裹的请求，无论对方看起来多可怜，说辞多动人，一律明确拒绝。你可以简单的说，不方便，对不起。如果对方纠缠，你可以直接看向远处的巡逻警察或工作人员，大声说，您好，这位先生女士需要帮助。你看他跑不跑？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会乐意接受工作人员的协助，而心里有鬼的人最怕的就是警察。第2招叫铜墙铁壁，给你的行李箱配一把坚固的海关锁，出发前一定检查锁是否完好。我强烈建议，如果箱子本身不是特别坚固，或者你要去人流量特别大的机场，花点小钱去机场的打包处，用那种专业的塑料拉伸膜，把箱子严严实实的裹起来，别嫌麻烦，也别嫌不好看。这层膜就像给你的行李穿了一层软盔甲，别人想偷偷塞东西进去，就必须破坏这层膜，这会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，你一眼就能发现，而且膜裹得紧，拉链也很难被轻易拉开。第3招叫眼观六路。在机场任何地方，包括候机、排队、吃饭，你的行李，尤其是随身背包，一定要放在自己身前，目光所及、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最好是抱在怀里，或者用脚背勾着。千万不要把包放在身后，或者放在旁边的空座位上，自己低头沉迷手机。上厕所时，哪怕再麻烦，也要把所有的行李都拖进隔间，放在门内，千万别放在洗手池台面上或者门口。第4招是万一的应急法门。如果你在任何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包里多了一个不明物件，哪怕看起来只是一包纸巾、一个 U 盘、一小盒药，记住，千万不要用手去碰，不要拿出来看，也不要自己偷偷扔掉。你应该做的是立刻站在原地，环顾四周，找到最近的监控摄像头，然后走到摄像头能清晰拍到你的地方，高举双手，大声呼喊安检人员或警察，警察同志，我这里发现不明物品，请求检查。你要明确告知，这东西不是你的，你不知道怎么进来的，请求他们进行专业处理，比如提取指纹、查看监控。
你保持不触碰，就能最大程度保护自己，避免被栽赃指纹。朋友们，机场是什么地方？它是国家的门户，是法律红线最清晰、执法最严厉的区域之一。在这里，规矩大于人情，证据大于辩解。你行李牌上的名字，就是你推卸不掉的责任。这个道理全球通用，尤其是如果你要去东南亚、中东等一些对毒品犯罪刑罚极其严厉的国家和地区，那里法律的规定可能是零容忍，一旦涉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家想想，我们辛苦忙碌了大半辈子，盼着退休后享享清福，或者攒点钱出去看看世界。如果因为一次不必要的热心，或者一时疏忽，在异国他乡身陷囹圄，甚至面临极刑，那是什么样的冤屈和绝望？家里的老伴怎么办？儿女怎么办？他们可能连见你最后一面都做不到。那种痛苦是整个家庭无法承受的，所以我林小晴今天在这康寿晚年频道苦口婆心说这么多，就是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家庭因为这样的悲剧而破碎。请你一定把这句话刻在心里，在机场，安全的冷漠胜过危险的热心。学会拒绝，不是自私，而是对你自己人生最大的负责，也是对家人最深沉的爱。下次如果你在机场再遇到那种可怜人的请求，请你一定在心里默念3遍，想想那位可能再也回不了家的阿姨，哪怕对方在心里骂你冷血，也请你牢牢管住自己的双手，不要伸出去，这一伸手，隔开的可能就是2个世界。好了，今天的话题虽然沉重，但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平安底线，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特别是临近节假日，出行高峰就要来了，那些藏在暗处的黑影也可能开始活跃了。如果你觉得小青我今天说的这些，哪怕有一句能提醒到你，能让你有所警惕，就请你务必将这条视频转发出去。转发到你的家庭群，转发给你即将出国的孩子，转发给你经常出差的爱人，转发给你所有你关心的朋友，告诉他们，这不是故事，这是可能发生的现实，这不是啰嗦，这是真正能保命的知识。我是林小青，一个在康寿晚年频道，只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、健康长寿的过来人。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出行顺利，一路平安，永远远离那些看不见的陷阱。